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从来没有被认知和广受好评，杨紫凭什么得到大家的喜爱？有许多艺人以童星的身份被带到这个世界，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我们的记忆中仍然是新的。他们曾经给我们带来了惊人的工作，也许是天籁般的演技，也许是转瞬即逝的容貌，但最终还是有很多人决定离开。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我们曾经认识的大部分小艺人，最后都离开了演艺圈。原因各有不同，但一直在拼搏、尽可能表现出色的小明星，很有可能就是杨紫。作为一名年轻的明星，杨紫在纷繁复杂的分流圈里走过了20年的春天和收获期。演技出众固然好，但杨紫最大的争议还是颜值。随后，她再也没涉足过象征表演的部分，只是在反日剧中，她独自漫步。好在她努力逃离这样一个给她无限枷锁的圈地，才没有组织这样的不幸。没有人能在任何时候看到杨紫的不一样的魅力。杨紫一开始走红了日常秀，成名后，杨紫获得了很大的开放性，并拥有了大学，一切都朝着课程方向发展。只是杨紫的进步根本不是其他人能比的。好在陆雪琪之后的工作让杨紫再次得到了无休止的考虑。不过既然是铁杆书迷，杨紫饰演的陆雪琪也有些提心吊胆。她却是这样继续下去的，并以极大的压力向前推进，这样她就可以一点一点的闪闪发光。她只是在那个时候才出名，岁月常常给我们无尽的震撼。2个夏天，2件艺术品，直截了当地联系了杨紫被运出高地，杨紫被冠以英雄之名，然而途中却只有一个人尝到了艰辛。前行的路上，疑问层出不穷，数不胜数。从外表到后来，他其实是靠演技成名、破题、历经磨难。他也有自己的话语权。资本在进步，世界不断的被分成2个竖井，不断的变化着。惊人的就是荒谬的，有魅力的就是可怕的。你说呢？皮肤和灵魂究竟是什么？什么是重要的？我认为无论你选择什么都是合理的。但我认为更多的人会选择迷人的皮肤。人们往往会看到，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其他人仍然异常残忍。杨紫不光是半信半疑，对自己的感情更是议论纷纷。秦俊杰和秦俊杰的近在咫尺的圈套，在大家的提问和谈话中已经有了定论，所以网上的综合评价是一件格外令人不安的事情。它不仅会引导那些没有头绪的人的大众评价，关于现实，但也影响聚会。无数名人终于因为网络报道而分道扬镳，这也令人无比惋惜。这样，我同样相信，当你在网络上交谈时，你可以更专注于规模，不要胡言乱语，因为它是网络。大家都难来了，杨紫也是这样。她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地走向了巅峰，那么她的未来一定会很精彩。杨紫之所以值得这些，是因为她真的为这些付出了努力，这样她才能无限地拥抱自己的未来，看到更多属于她的璀璨光芒。02被陌生媒体称为中国最贵艺人的肖战，别自欺欺人了。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更意想不到的话题，肖战被陌生媒体评价为最有生产力的中国艺人。好想考虑一下肖战获得2022全球最值得纪念的帅哥的热搜。随后，有网友得知，评选出世界上最令人难忘的魅力男人的陌生网站努比亚最终成为了草台组。该网站拥有超过2000名支持者和少量帖子，几个月前更新，保证已经从全球141个国家的数百万张选票中投票。这一次，最具生产力的中国艺人并不过分。号称陌生媒体的网友报道与努比亚一模一样，实际上并没有参考书。进入网站后，毫无疑问可以看到各种信息，但仔细阅读后，很容易发现它仍然是最分流。核心问题是设置过低。对比和显着的国产入口，其实是一种判断，是草台组的翻修形式。这样的网站还敢叫海外媒体？如果没有影响，没有认可，选择的清单怎么可能是权威的？我欺骗了自己。大部分都是通过粉丝的方式编写、导演和表演的闹剧。他们对自己撒谎，同时也欺骗自己。
想必很多人现在已经不明白为什么了，让我们举个例子，每个人一听就会明白。由于古老的原因，许多中国人仍然迷信进口，认为海外商品比国内商品高。结果，一些人使用了他们弯曲的大脑。显然，通过小作坊方式生产的灯具，通过一系列的非法操作，被归类为进口灯具。最终的结果是收费翻了一番，甚至几十倍，但交付仍然在市场内短暂交付。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在休闲行业内也是如此。只要你在好莱坞电影中看起来很长，你现在可能会在你回到中国时成为世界级的电影明星，你的成本甚至可能会随着潮流而上涨。平心而论，能参演好莱坞电影的国内演员，大部分都是有刷子的，而且远赴海外镀金也很划算。毕竟，几年后，本土演员对自己在好莱坞的进步感到满意，这与今天不一样。然而，随着粉丝圈文化的向上推力，越来越多的站内艺人通过经纪公司包装特色的方式进入一线明星的行列，但他们的实力和地位如今已经不如人意了，不再匹配，所以通过网友的方式调侃为名作现在不再红了。因此，可能有一个普通的网站访问者艺术家经常在遥远的地方获奖，操作系统同样非常简单。异地建网站把挂载的网站当成海外知名媒体兜售，所以奖励。但赝品就是赝品，绝不可能是真的。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要冒充海外知名媒体已经很容易了。当然，有些人容易上当受骗，知道那是假的，但还需要飞蚁扑火。就像台湾教授在镜头前胡说八道，宣称大陆人没钱茶叶蛋，待在他们想象中的国际。不要再误导自己了，每个人都在休闲行业内，谁也不知道，各种功法也都一清二楚。在一个有意识的人面前播放暗示最可耻，所以请消耗你的能量。个人意见，不喜欢就不要喷了。03首部双女大戏来袭，谭健慈强势加盟，女主之一就是杨紫。近些年可以说是旗袍剧快速改进的一段时期。多元化的旗袍题材影视作品在圈内并不是最好的，但也促进旗袍流派的创新、多元化的改进，还为目标市场带来了更大的视觉盛宴。近日，有网友爆料称市场上将出现第一部女主礼服剧，其中女主之一就是四大小女星之一的杨紫，出生于1990年代。市面上的旗袍款式很多，以花千骨、楚乔传、长歌行为主的大片女主剧，以男主剧为主，完全靠中山道行，甚至还有以山河岭和陈情令为主的男主剧，但可能没有女主剧。这不是说双女主剧的目标市场现在已经不喜欢观察它了，只是市场上关注的作品越来越少，而且要翻拍成电视剧更是难上加难。电视剧，说到2部女主剧，你最想演谁？杨紫对每个人都不陌生。以童星出道后，凭借《家有儿女》成为了著名的全国千金，这也让她获得了更大的巨大资源。2016年，杨紫凭借《欢乐颂》提名目标市场首选女演员。之后，在2018年，她迎来了她存在的最重要的作品《甜蜜蜜如霜》和《亲爱的爱与那些戏剧》，严克孜一跃进入一线女演员的行列。这一次，网剧中的女主之一是通过杨紫的方式出演的，而另一位则是李沁，她也是一位90后女演员。2008年，李沁因赌《红楼梦》中的小伙薛宝钗一角而一举成名。2012年，在建党大业中饰演杨开慧一角，入围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其后，又陆续创作了《望天光明人生》《半夏千金归来》《白鹿原》《楚乔传》等作品，逐步有成为目标市场的广泛认可，并积累了大量的认可。可以说，她也是一个实力派演员，现在已经不输给杨紫了。近日，网上传出杨紫、李沁将通过晋江著名创作人孟志伟主演的双女主画作《心与鸾风》手牵手，这也是近年来出现的主要双女主角画作。最终女主角的演员都是一线女演员，各有各的能量和颜值。想必很多网友对这幅画都抱有过高的期待。其特小说是古剑、仙剑、轩辕剑衍生出来的言情长跑小说，同样是一种以刻画人物为特长的文学风格，
通过整个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展现社会存在。绘画同样令人兴奋。此外，剧中还发现了男主，尤其是谭健慈和赖艺。虽然他们的认可度和网站访问量并不过分，但作为与女主的作品，他们选择了太有名的男主。相反，名人将占据主导地位。你在寻找这部剧吗？欢迎在下方备注位置留言。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